你想看看我在干什么？我以后给你看。我还没做好。你怎么哭了？他看着他，在温暖的微风中，在花园的阳光下，他看着他，他看着你。那天的花儿是我特意买给你的。好，活灵活现，简直就是罗密欧与朱。佳明，你们俩认识啊？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何止认识，还好过那么一段，是吧，亲爱的？哎，怎么了？这么长时间没见，连个拥抱都不给我吗？啊？你勾搭上我弟弟了？哥，你放开人家，你放开人家，这是在单位，你干什么？怎么了？英雄救美是吧？啊？巧了，当年我也是英雄，怎么现在成流氓了啊？乔飞，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误会。误会？没有利用价值你就当我误会？我为了你，从心理学转到神外，为了你去瑞士深造，你呢？拿了我妈的钱就跟我分手，现在又缠着我弟弟，你是跟我家干上了怎么着？我没拿过你们家1分钱，我也没让你为我做任何事情。哥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觉得你们之间肯定有误会，咱们坐下来说开行不行？什么误会啊？哪儿那么多误会？她就是个值人钱的女人。哎，哥，你放开人家，你放开什么？哎，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在我单位你干什么？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！你是不是傻呀？他就是需要钱。你需要钱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好像拿人钱要跟人分手。就是这样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当初就是这样，装的可怜兮兮的样子，骗子，卑劣。我没骗过你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我们是不是在一起谈过恋爱？我们一直都只是朋友啊。朋友？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？我那个时候就说过我们不合适的，你记得吗？我说过的。你拿我妈钱的时候可没觉得不合适。我没拿过你们家的钱。我去瑞士以后，你就是拿了我妈给你的10万块钱。乔飞，我不计较钱，真的我不计较钱，我只是看不起有人利用感情来骗我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我那个时候，我确实只答应过你，我说我们可以相处试试看。但后来我发现我们不合适，你自己也发现了，我们根本相处不来。乔飞，赶紧回家。赶紧回家。不是像你想的那样。但我现在解释不清楚。不知道怎么说就别说，赶紧回去准备考试。你的手怎么样了？在剧院包扎一下吧。走，事儿还没说完呢。你为这事儿毁了手值吗？现在在我单位，求你不要闹了，行吗？走，走。就像一出噩梦，在我面前清晰地展开。
这个梦，我以为醒了这么久，结果还是在梦里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乔飞吧？请坐。有什么悬在心里，不开心吗？其实不太想说。我知道，但是你的老师和同学说你已经郁郁寡欢一阵子了，还有严重的失眠，是不是？和我说说吧，我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，你可以信任我。不知道怎么说。这样吧，你随便拿这屋里的东西，拿几件代表你和你的家庭。这个屋里吗？对，随便找一个吧。比如说，那个盆栽能代表你吗？不能。那一定要找一件代表你的。就这个吧。这个代表你。那你的家庭呢？这个吧。你觉得漂亮吗？很有趣，你的描述。在你的自我认识中，你是一个背负重量的形象，甚至需要扮演成超级英雄才能解决生活中的困难。我们再来看看你的家庭，你非常看重家庭，家在你心目中是非常美好的。对。但同时，家庭在你心目中又特别脆弱，特别易碎，需要你非常小心翼翼地去呵护，甚至去维持保护，对不对？不要急，有些人对心理咨询存在误区，认为就是解决问题。其实心理咨询更多的是为了疏导，有心理问题是正常的。你肯来咨询，就是迈出走向更健康的一步。我也知道，说出来比较好。可是，哎呀，也不要逼自己，记住，永远不要强迫自己，不要觉得自己是有心理疾病，告诉自己，只是发生的事情多了，把心有些堵住了。心情好的时候，找信任的人聊一聊。我不是你的朋友，不是你的亲人，我是专业的心理医生。你如果需要或愿意的话，可以和我聊。今天就到这吧，下次愿意的话，再来。真好看。来了，知道你们女孩喜欢，特意为你买。喝茶吗？不了。那你坐吧。你不用紧张。如果你不愿意说不开心的，我们可以随便聊聊。我妈妈还有27天就做手术了，我已经连续1个月睡不好觉了。你失眠症状这么严重？海绵状血管瘤，你听过吗？我知道，是神外的难题。医生说周围血管边界不明，所以我很担心手术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还有一个手术要做，很重要的啊，对不起啊。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他说风险率60%，
他正忙着做手术，没空详谈。他的话呢，最多只是个建议。这样，你明天把你妈妈之前的化验结果都带来，我在市约约她，手术最好让她做，她毕竟是这方面国内的专家。真的吗？我知道他特别难约。佳敏，心理咨询医生最关键的职业准则是什么？不能和患者发生感情联系。佳敏，你知道的，结束一段咨询以后，如果在生活中和患者偶遇，我们应该当作不曾相识，这是专业操守，不能和患者有深入的接触。你不觉得你和乔飞走得太近了吗？啊？听沈卫的同学说，你还为他介绍医生是吗？主任，您不知道情况，其实啊，是为了他妈妈。这不合适。虽然你现在只是个实习医生，这样吧，我来帮乔飞换一个心理咨询师。哎，主任，我不同意换啊！啊？我坚持要做完乔飞这个疗程。佳明，你还真得多吃点儿。你看你又瘦了，学习再忙，吃饭也得注意。还有佳阳，你马上要去摩洛哥了，你吃不好睡不好的，我有多担心呢？你要去摩洛哥，待多久？半年到1年。你什么时候去英国啊？不去了，准备留在医院。不去了。剑桥大学流行病博士很难申请的。我还是不想搞研究，国内病人多。对了，我要转到神外去，我还是想上手术台。你一会儿留学搞研究，一会儿留下来做手术，一会儿补习心理，一会儿神外的，你这样是对病人不负责任。学医是你给我选的，不是我想要的。我是为你好，专业不能总换。对呀对呀，佳明，原来你不是喜欢心理学吗？我最喜欢的是翻译。能不能好好说话？这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好，你总换专业，将来对你不利的。这次确定了，不会换了。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反正神外也是医生，我做医生，你不就心满意足了吗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哥，我也觉得挺奇怪的。你不是一直不喜欢动手术吗？吃你的饭。是从那天懂得不再无话不谈，是从那天开始拥抱变得为难，情人间的婉转，自以现实交换，心事交换成为一种负担。谢谢大家。今天我还要感谢一个对我至关重要的人，乔飞，请上来。就这样，请别让彼此更心乱，心酸总好过纠缠，谁也不要。他在我最孤独的时候，给了我温暖和希望。从来没有人能给我这样的。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，做我的女朋友吧。你是我存在的意义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他不可能当场拒绝你。我比你了解他，他当时只是害羞，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需要一个人来告诉。我了解到的乔飞不是这样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在感情上的犹豫才给你这样的印象。他一定不是那种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。你很了解他吗？我挺喜欢他的。对他来说啊，喜欢不是关键，钱才是。哥，你要是以前真的喜欢过乔飞，你对他应该有起码的尊重。我不尊重他吗？
你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，你女朋友背着你拿了钱跑了，许多年以后突然你发现她跟你弟弟好了，你还能像我这么尊重她吗？你呀，就是被家里惯得太好了。乔飞和你不一样，他是吃过苦的人，他为了证明他自己比那些靠关系、靠父母的人强，能做出什么来，你想都想不到。有一点我承认，他比其他人的韧性都强。韧性，韧性，这个词儿我得跟你好好解释解释。这个韧性啊，说好听了叫坚强勇敢、能屈能伸，说不好听了就是看遍世态炎凉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他一边吻着我，一边跟你亲亲热热，这个就叫韧性。菲菲，菲菲，开门啊，菲菲！佳明，你想分手就好好给他个理由，别把人伤的人不人鬼不鬼的。老师，我们没在谈恋爱。好多人看着他跟你表白，哦，我懂事，你自己跟他说。佳明，佳明，佳明，你别吓我。你觉得我可怕吗？所以你躲着我。我他妈就是一多余的人！你起来好不好？你的病人需要你，你快点去上班吧。那你呢？你也是我的病人。我没准备好谈恋爱。我好想你。谁是乔飞？不能下课再来吗？哦，老师你体谅一下，我们是限时的，送不到要赔钱的。麻烦您签收一下。你等着，你看到了吗？哇塞，这些都是你说那姓高那男的送给你的？不是，你就不会不要吗？不行，他上次送了我一条项链，我没要他就直接给扔了，所以我想把这些东西攒着一起给他送回去的。我要是你呀，我就从了。我怎么就遇不上这么好的男人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刚刚你给我看那包特别贵，你干脆别还给他自己用吧。不行，要不你报警？你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哎呀，我觉得再忍忍吧，反正他马上要回上海了，到时候我觉得不见面，对，不见面说可能会好一些。你不是要去上海吗？你不要去那边考研吗？哎呦，我都不知道我这学还能不能继续上了。哎呦，那你怎么办啊？乔飞，你不开门的话，我砸门啊！菲菲，怎么了？高佳明来找我了，他又来找你了。他要是再来纠缠你，咱跟他拼了。他去高分院找我了。他都去院里找你了，那你赶紧跟你们院领导说呀，别让门子让他进来了。他是程家阳的哥哥。不会吧，这么巧的事儿都有？不过这也能说得过去啊。我就觉得他俩哪点怎么那么像呢？你说你喜欢的人怎么都具有一股人渣的气质，一个自大狂，一个控制狂。行，你别数落我了，你先帮我想想怎么办，我快烦死了。办法倒不是没有，但不一定你能不能做到。什么呀？
就是无论怎么样，你都不能再搭理高佳明了。就算他生病、堕落，甚至他死了，都跟你没关系。你能做到吗？不想伤害他，那我就没办法了，你就伤害你自己吧。就知道跟你聊了也是真的。你去吧，你让我自己待会儿吧，烦死了。看看要吃什么？我不饿，你点吧。不饿也看看，这都到饭点儿了。菲菲，有些事情必须要勇敢面对，不能总逃避，知道吗？是。吴佳怡，菲菲，这件事情不能逃避，总要解决吧。给了个机会吧，啊，好好聊啊。上次见面不太愉快，我道歉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你欠我一个面对面的结束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是我高佳明爱过的人，你总不希望我这一辈子都纠缠在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情绪里吧？佳明，对不起，当时是因为我不够成熟，我一直只想着逃避，所以用了最不好的方式。笑话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我以为我们很合适、很默契，可你只想着逃避。我做错了什么？我没做错任何事情。我知道我现在这么说特别矫情，但我不爱你。那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我一直以为我能给你想要的一切。为了你妈妈的病，我选了神外，去瑞士学习。看来是我错了，我给你添了太大负担。我们现在不要再说这些以前的事情了，是我不好。如果我再果断一点，再坚决一点，别再瞻前顾后的怕你受伤害，事情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我现在唯一觉得受伤害的，不是分手，是你缺钱不跟我说，然后背着我去敲诈我养母，太卑鄙了，太让我开眼了。我不会解释我没做过的事情，就这样。别躲呀！现在我们在一个城市，你想躲我也没那么容易啊。我来的目的就是说清楚当年的事儿，不留遗憾。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当众向你表白，让你难堪，没有为你转专业，结局是不是不一样？我们别再说以前的事情了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也对，没有意义。我这个人就这个臭毛病，什么事情都爱努力争取，显得特别急功近利。你喜欢的是我弟弟那种成家的正派公子，与世无争就一切都送上门来了，是吧？要是你觉得讽刺我能让你自己觉得舒服的话，你随意。小飞，对不起啊，每次我和你说完话，我都特别后悔，但是每次见到你又这样，总拿最难听的话来说你，哎，我真不想这样，小飞，你不要再躲着我了，我们都不是当年的自己了。就算你再讨厌我，我们还是朋友吧。怀疑我，不相信我有这个诚意。这么着，这么吃饭没意思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。
先生您好，您是买房的还是租房的？我租房，想租什么样的？什么样都行。最关键的要在隔壁的小区3号楼里，只要在那栋楼里，我可以多付中介费。如果要租到1楼，我付双倍。先生，您等着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暂时没有符合您要求的房源。这样吧，您留个联系方式，有消息我就通知您。这么巧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住这儿，你也住这儿？房子情况就这样，如果长租，物业费我来付，水电煤相关费用你承担。长租你合同吧。不行，你不能住这儿。哎呀，那太不巧了，我们都已经定了，是吧？姑娘，别影响我做生意啊！这房又不是你家，你说对吧？你上班，我送你。不用了。等会儿我来签合同。好嘞。是乔小姐订的车吗？是的。树挪死人挪活，你往里坐吧。你来干什么啊？师傅，开车吧，小两口吵架。师傅，这车是我订的，你别听他的。这车呀，我是下不去了。你要是想能耗呢，咱们就继续在这耗着。你们走不走？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走吧，走吧。别那么小气嘛，蹭个车有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要搬到我们家对面来？你想纠缠到什么时候？说话要负责任。昨天我们不是已经和好了吗？过去的往事一笔勾销，所以我有权利选择重新开始啊。我以前对你还有愧疚，现在只有厌恶。哼，厌恶我，只喜欢高贵的程家阳。你以为他对你是真感情吗？他只不过是习惯性的对人好而已，谁惨他就爱谁，要不然他怎么能暗恋文小华暗恋这么多年？你别说了，我们俩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太好了，他马上就要外派了。那天看你们情真意切的样子，我还真是觉得有点不好办。他要外派？你不知道，外派个3年5载，然后升职，再找个外国女人结婚生孩子，连我都知道。我知道啊，他迟早要当外交官的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做了挑拨离间的坏人呀？今天乔飞会来吗？不知道啊，哦，那你不去监考啊？我就不去了，我下午还有个会。马上要考试了，你怎么还没来啊？我现在去接你啊。
啊，我送他来的。看来你又慢了。小飞，赶紧去考试。好好考啊，乔飞。你不会是有强迫症吧？你们家怎么连个备用灯泡都没有啊？我妈节约呀，晚上基本上都不开灯。你不会是怕黑吧？哦，当然不是了，我只是习惯家里的灯都是能用的。那你小时候肯定经常自己在家。这个时候你应该还跟我哥在一起呢吧？没有啊。啊，不过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，高佳明跟你长得也不是很像，而且他一直说他有养父养母的事情。是，我们俩是没有血缘关系。他爸其实以前是我爸的司机，他妈是个厨师。当年我爸和他爸妈一起被派到非洲的色昂去工作，而且在那很艰苦。中间有一次回国的机会，本来应该是他爸要回来的，但是他爸考虑到我爸离家的时候我妈还在怀孕，知道我都开始走路了还没有见过我，就把机会转给了我爸。我爸在回国期间，色昂发生了政局突变，他爸就在一次事故中牺牲了，他妈也非常受不了，最后自杀了。然后他们家就剩下年迈的爷爷奶奶住在农村，也没有抚养的能力，所以我爸就把他接到了我们家。这些事情，我从来没听他提过。我只知道他跟家里关系不好。当时我爸答应他爷爷奶奶，说等他成年以后，他还是高家人，还是姓高。他爷爷奶奶也再三叮嘱我爸，不希望他再继续走他爸的老路。我爸完成了他的承诺，等我哥成年的时候，就真的把他的名字改成了高佳明。而且我们家也从此搬出了外侨大院。我妈以前也是英文专业，后来为了照顾我们俩辞了职，后来才下的海。你妈妈为了家里，牺牲也真是很大。我哥18岁那年，一心想要报考法语专业，我爸当时就拒绝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们俩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。我爸的脾气跟他一样倔，跟他商量都没商量就把他的志愿给改了，俩人从此闹翻了。我爸在一气之下就告诉他了真实的身份，我哥非常受不了，他一直觉得是我爸害死了他爸，而且破坏了他的理想。我现在都记得他当时那张脸，充满了愤怒，全是愤怒。自从我哥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世以后，就一直在愤怒的状态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去墓地祭拜高叔叔，我哥当场宣布从此不再管我爸叫爸了。佳明，把花儿给你爸献上。王润，我把佳明带来了，他18岁已经成人了，我没有食言，完成了你的嘱托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事情的原委和派出所管户籍的同志说清楚了，马上就可以给他改名，让他改姓高。我这次带他来啊，也是让他认祖归宗。佳明这孩子学习成绩很优异，学医是一点没问题，
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你最大的希望就是儿子能做一名医生。你的心愿马上就能实现了。思远，你带孩子来干嘛说那么多呀？让佳明跟他父亲说说。啊，好。佳明，和你爸说说话啊。佳明，跟你爸爸说说心里话吧。啊，过来。这孩子，思远，都是你，冷不丁跟孩子提这个干什么？早就应该说了，多大年龄了？什么叫多大年龄？这还是个孩子呢。佳明，千万不要有压力。学艺是很难的，但是以你的成绩，一定是没问题的。谢谢阿姨。你叫我什么？阿姨呀，谢谢你和程叔叔把我养大，不似亲生却胜似亲生的对我。你怎么说这种话呢？我怎么不能说这种话？你们把我养大，不就是为了对我爸的承诺吗？我替我爸谢谢你们。哥，你别这样。程少爷，千万别叫我哥，咱俩没有血缘关系。我觉得佳明是被突如其来的消息给伤害到了。长大以后我才知道，我哥一直以为我爸妈是因为责任在抚养他，对他并没有真正的爱。我爸在这件事情上也处理得非常草率，他们那代人只知道完成对别人的承诺，但并没有顾及到我哥的感受，所以他的想法我们是无法理解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哥跟我说过他的真实想法，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爸一直对他这么严厉，而我妈对他这么宠爱了。所以你爸爸妈妈真的是这样吗？我感觉你对他挺好奇的。也不是，我觉得他这个人很难猜透，他做事有点偏激，就是如果他一直付出的得不到回报的话，他就会突然变得很愤怒。我跟你聊我哥，我觉得挺奇怪的。那你睡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哎，当年你为什么跟我哥分手啊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当年真的没跟他在一起过。当年是我自己年纪小，不懂得拒绝。后来，我心里又很害怕，我就一直逃避，最后用了很不成熟的方式，也伤害了他。是我不对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喂，小华。佳阳，你说话方便吗？哦，方便，你说。我今天路过瓦莱州了，那个雪山你还记得吧？
我想起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，在爱的路上，最大的过错是错过。我当然记得了，前段时间我和乔飞还一起去过呢。乔飞？前段时间我们单位有外事支援，我和乔飞一起去的。他作为新人的表现可圈可点，梁司长还表扬他了呢。我打国际长途来不是听你聊工作的。啊，哎，你蜜月过得怎么样？就那样吧。对了，嘉阳，我寄给你的书，你看了吗？我还没看呢。哦，那你赶紧看吧，看完你跟我说一下你的读后感。好。那先就这样吧。好，那你保重，拜拜。有动静。怎么了吗？嘘，有动静。哎，是不是闹老鼠啊？上次楼上闹老鼠就跑咱家一次了。你们别担心了，我看着呢。这不是我怕吓着你们程主任吗？他呀，他睡觉不老实。你怎么知道他睡觉不老实啊？我听我们同事说的。哎，你赶紧歇着吧，别想了，我在呢。啊，慢点啊。我说有老鼠吧？怎么办？会不会咬人呢？咬人倒不会，我怕把你们程主任的衣服给咬了。我最怕老鼠了妈。没事，我不怕。喂，你们还没有睡啊？你还真是离不开卡通睡衣啊！你房间有老鼠？没老鼠，是我睡不着。睡不着你看书吧，书架里面有书。走吧。晚安。哎。菲菲啊，这高帆院有没有人欺负你啊？没有。那程主任他人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严格有原则，刀子嘴豆腐心。他多大了？快30了。那他欺负过你吗？被领导骂很正常吧，但他现在骂我少了。可能是我进步了吧。他有朋友了吗？妈，您操心这事干嘛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程主任是不是处朋友呢？哎呦，真没有。那你怎么会知道他睡觉不老实？他知道你睡觉爱穿卡通衣服。妈，我们俩真没有。那你知道吗？喜欢他的人啊，从高帆院排到医院，再排到咱们家这么多。我跟他这真不可能，真没有。那怎么不可能啊？我闺女这要貌有貌，要才有才，又这么能干。只是我净拖累你。哎呦，您这说到哪儿去了？您这怎么回事？您看一会儿怕我被人欺负，一会儿又怕我生在家里没人要。这当妈的呀，这闺女大了就怕生在家里找不着对象，
这要是找着了，又怕你挨欺负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也不小了，该谈恋爱了。我觉得那程主任呐，他对你有意思。妈，我觉得您挺有意思的，大晚上说这个多有意思。我怕这房间有蚊子，我去给他送个蚊香去啊。行，去吧。不爱听我说，我就不说了。这闺女大了，不由娘。进来啊，主任。你这都是些什么书啊？太古老了吧？10万个为什么，安徒生童话，适合你啊。这是什么？法国风景画。你别碰我宝贝，拿着。这书是你宝贝啊？你看着啊，你给你看啊，看的是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巴黎埃菲尔铁塔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高帆院为什么会有乔飞同学这样优秀的高材生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本书。以前呢，我妈妈在一家公司负责后勤打扫，这本书是别人不要的，她觉得挺好的，就拿回来给我了。小时候我们家穷，也没有其他玩具，这是我唯一的宝贝。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了法国，喜欢上了法语，还有所有跟法语有关的东西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还以为你是因为喜欢 LV 才学的法语呢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得赶紧的帮佳怡抢购了。哎，等等，你不管我了？早点休息。你这有没有一些靠谱的睡前读物啊？你不回去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，我已经跟田主任汇报过了，他让我陪你到手术结束。医生，妈，手术怎么样？基本顺利，等病人清醒后再做进一步观察。麻药劲儿还没过呢，放心吧，肯定没事。送进观察室吧。姐，我跟高帆院打听了，这乔飞啊分数不高，还进了实习生了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吧？哎，就分给嘉阳带了。哎，那你说说，以他这个水平，实习生能转正吗？他上了公示名单了。你说嘉阳怎么搞的？那这种人也能混进来当了实习生，最后还通过了转正考试。姐，你别生气，我跟你说，就算转正了，他也不一定能留下来，现在不还待定呢吗？况且说了，像她这种心术不正的姑娘，说不定还会有人举报她呢。高帆院，这高帆院是什么地方啊？是能被他这种人弄得乌烟瘴气的吗？啊？那个，姐，我还得说个事儿，我说了你别生气啊。你觉得我现在还不够生气吗？说吧。佳明啊，好像知道乔飞回来了。那个他新搬的地方你去过吗？我去过。我是在查乔飞的时候发现的，佳明住的那个新地址啊，就是乔飞住的那小区。
担心啊，佳明是知道他住那儿，故意搬过去住的离他近的。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佳明他现在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根本不听我的劝，我能拿他怎么办？姐，你跟他说让佳明搬出那小区呗。你从小看着佳明长大的，他能听我的劝吗？我现在担心的是，这个女孩为什么又回来了，偏偏回到上海？我觉得他回来就是冲着佳明的。他进高翻院就是为了接近佳阳，他肯定知道佳阳就是佳明的弟弟。哎，不，佳阳这个孩子，我很放心，他对的人是有辨识能力的，不像佳明，他从小跟我对着干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绝对不能让这个乔飞再接近佳明了。要不姐，咱们给佳阳提个醒，乔飞绝对是心术不正的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佳阳不用担心，担心的是佳明。现在问题是，绝对不能让佳阳知道乔飞和他哥哥在一起。你记住啊，不能让佳阳知道这件事儿。那就让乔飞就这么待在上海，待到高分院。正好当事人都在，我就把他们请到我的面前，把这件事说清楚。这个钱怎么能省呢？护工是一定得请的。尿管、尿袋，你会用吗？我觉得我特别没用，陪我出去走走吧。好。明天你就先回去吧，我等他情况稳定一点我再走。这些你都不需要考虑，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，你太累了。我真怕我一休息，就再也不想往前冲了。我陪着你啊。你不用陪着我。之前是我太天真了，以为自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没想到我成长的速度根本赶不上妈妈变老的速度。这都是自然规律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那天你告诉我我通过了转正考试，我心里面并不是很开心，我反而一下变得空落落的。我一直以来奋斗的目标没有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之前你说我是为了考试而考试，我不服，但是现在我服了。我没有理想，我只想留在原地。你都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工作，你怎么知道你没有理想？跟我回去，我带着你往前走。回去我就申请推迟外派。就是这样，我才更难过。我之前就是自视甚高，我把你定为我的目标。我也想当一个外交官，申请外派，像你一样努力，好多累积经验。这个目标很适合你。你是有翻译天赋的，你不能浪费你的才华。你真的觉得我有才华吗？可是我现在这种情况，就算有一天真的申请外派了，我能放心的去吗？我只要2天不开手机，我就不知道我妈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我之前一直觉得，只要我努力，我就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，我都能解决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真是大错特错。这些全部都是外在问题，一切都可以想办法解决的，而且伯母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你不要这么极端，悲观起来就觉得所有的困难都无法解决，乐观起来又觉得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官。你记住，现在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是你的导师，我会陪着你一起克服困难。不是只有外在的困难，
我还有内在的困难。什么内在困难？我进不了同船间。你进不了同船间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没跟你开玩笑。你记得上次我问过你，我说我有一个朋友进不了同船间，一进去就会恶心，就会头晕。我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我自己。所以说你早就发现你有这个问题。我大一第一次进黑匣子我就发现了。你大一就发现了，然后你一直没有想办法去解决它。我解决不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解决不了，你改行啊！你为什么还要做这行呢？为什么还要做翻译呢？因为我之前一直抱着侥幸的心态啊。高帆院上一届不是分同船和胶船的吗？我哪知道你会跟院里提议我去做同船的呢？哦，还怪我了。这是最基本的常识。就算上一届的人以胶船为主，但是简单的同船都可以应付，没有人进不了同船间。我就进不了啊。所以我之前就说我可能不能继续待在高帆院了。所以你就决定放弃了。看来你跟我想的一样，你就是一块扶不上墙的烂泥巴。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以为我想这样吗？把眼泪擦了。你哭起来很难看。别打了，他出差呢，闲了会打给你的。哎呀，我说你真是对两个儿子一点都不关心。抚养成人，大学毕了业，都有各自的事业，你还要怎么关心？哎，你记不记得8年前那个佳明处过一个女朋友？他要去瑞士深造的时候，我想见见这个女孩。唉，可是这女孩说她妈病了，我当时给了她10万，哎，人跑了，从此就无声无息。他一天换一个，我哪记得住？这佳明还真有不少的女朋友，但就这个我记住了。他那么多女朋友吧，他不往心里去，包括小华也是。唯独这个，他的态度可真是不一样。他走的时候还说让我去看一看，哎，我就跟他聊了，我说这试探一下他吧。他特认真，把照片都拿出来给我看。我当时一看，还真的蛮喜欢他。你说重点。说什么重点啊？跟我打什么官腔？这不是家里吗？我在跟你说儿子的事。行，随便说。后来我让金宝去接他，我就是想见见这个姑娘，请她吃个饭。结果一请不来，二请不来，第3次再去请她，人金宝回来跟我说，这个姑娘缺钱，原因是她妈妈病了，得了一种什么怪病。那我一听，为了自己的儿子，就给他撂下10万块钱呗。对吧？再说佳明换专业也是为了这个女孩。那就是说，这个人拿着钱跑了，你还没见到这个人呢？我见过一次。我明白了。你拿的钱落到谁的手上，你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我给金宝了，让金宝给那女孩送去了。小楚啊，那个当初小泉欠赌债那个事儿，你知道吧？有这个事儿吗？金宝啊，当时跟我保证，他能管住小泉，他要再去赌的话，就把他的手剁了。我没跟你说，我给了他2万。什么意思？没有证据，我什么也判断不了。不过我就知道。金宝的儿子走过弯路，当然现在没事了。哎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无凭无据的，你
随便说一个姑娘，不合适吧？好，那钱的事儿咱们不扯了。但你现在知不知道，这女孩在哪儿吗？在嘉阳的手底下当实习生呢。但是她有过前科，所以高翻院对她进行了调查。之前跟了佳明，现在又跟了嘉阳。我看她还真不是一朵什么白莲花。如果他有案底的话，他不会留下的。好了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我呢，会多关心2个儿子的。醒了。我怎么睡着了？昨天晚上你一直在哭，哭着就睡着了。我看你睡那么香，也不好打扰你。你也没叫醒我。请。客气什么呀？医生。医生。怎么样？术后情况良好。如果患者不是年纪大，脑部又动过手术啊，我们都不考虑全麻的。啊，你们在这陪了一夜了，也累了，去吃早餐吧。谢谢啊。哎，你好，2个豆浆，2个煎饼果子。你要辣椒吗？不要。一个辣，一个不辣。我找对做。哎。这是不辣的。主任，那天我跟你说的我进不了同传的事儿，我想过了，是我错了，我辜负了你的期望，所以我说我不能待在高翻院了。先别说话，先吃早餐。好喝，还不错。你一点都不觉得我吃这些东西很奇怪吗？你以前不是不吃这些的吗？所以说，人是会改变的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，更不要害怕改变，更不要框定自己不能改变。可是你怎么就能断定自己进不了同传香呢？我试了好多次了，我真的进不了。那你有没有找过医生去咨询呢？你会不会是得了那种叫什么的病？就是当你进入电梯或者一些私密空间的时候，你说的是幽闭恐惧症？对。我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我不是，而且我进到电梯里或者那种密闭空间的时候，我一点也没有恐惧的感觉，就是进不了同传香。不要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。咱们学语言的人容易感性，容易受到心理暗示的影响。你永远不要过早的给自己下判断，永远不要觉得自己不行。我其他方面都很自信，就是这方面我就是克服不了。我觉得同传是我的死穴。没那么多死穴，只要你努力去克服，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这么好一个榜样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学习和借鉴呢？我给你分析一下我的人生哲学。当我在一帆风顺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说我好的时候，我会告诉自己，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。当所有人在说我不好的时候，我也会告诉自己，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好。咱们人是一个个体的动物，自我非常的重要。很多问题别人真正帮不了你，只能自己帮自己。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和自己的问题，所以你自己必须给自己信心，必须给自己打气。你只有这样，幸运才会降临到你身上。我不指望幸运能降临到我头上，我就能过了同传这关就行了。必须要过。
我帮你。真的？你帮我？当然了，我现在是你的导师，帮你不是理所当然的。你怎么突然变得有人性了？你还真当我是魔王啊？还人性？你整个人都变得祥和了，特别和颜悦色。你以前哪是这样啊？咱们俩都经历过生死了，在瑞士的时候，你死死拽着我，还鬼哭狼嚎的，我被你感动了。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你醒醒，你醒醒！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你斗嘴。我已经习惯你每天跟我在一起了，主任。你当时不是昏迷了吗？对啊，真昏迷了吧？真的昏迷了。你没听见我说什么吧？你说什么了？你说什么我没听见。我说好多骂你的话。哦，那我没听见。那有没有别的呀？比如说你夸我啊，或者其他什么？没有啊。我说骂你的话。不应该啊！你那么大声的鬼哭狼嚎，不可能一直在骂我吧？就是在骂你啊！你怎么知道我鬼哭狼嚎了？哎呦我去！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胳膊抬不起来了，身上疼。昨天晚上给你做了一晚上的人工靠枕。你昨天还以为我靠着栏杆睡的呢。有这么帅的栏杆吗？吃饱了吗？